王爷每次出门都会把长相手携带在身吗？每次来这边才会带上。王爷对太妃果然深有孝心。因为长相思在你这里，我是长相守的主人，来寻长相思的主人。王爷真会开玩笑。婉儿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。可我只能当您是玩笑。从前你是皇上的女人，现在已是自由之身，所以我说的不是和你玩笑，是真心话。你离开清凉台，我怕你伤心、为难，忍耐着不去找你。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？芭蕉不解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，可是这个春天，怕是我有生以来最难挨的春天了。我从前是宫中的宠妃，现在甘露寺，我是带发修行，和宫廷已经毫无干系了。人非草木，王爷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，只是我这从宫里出来的残躯，再也不想和皇室贵胄再有沾染，纠缠不清。因为你曾经是皇兄的宠妃，而我也出身宫廷，所以你不愿接受我。可是当年在宫里面，你可曾有一日过得平安快乐？我遇见你的每一次，你何曾真正的开心过？没有，连哭也要极力的忍着。即便没有宫里那段日子，过去和如今，到底也不一样了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撇开宫里那些日子，你都是自由之身，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。你方才说人非草木，那么孰能无情？在你心里，你也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，对吗？就像那一天，你曾经叫我的名字。王爷可曾与女子相爱过？没有。可我经历过，所以明白，有些事，如果一开始就明知道不能善终，就不要去痴心妄想，去勉强求一个善果。就好比从前我与皇上，如果一开始我就以一般嫔妃之心待他，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一丝真情，那如今连累我父亲的人，就不是我了。你只伤心了一次，便要对世间的情字都失望吗？既然知道以后要伤心，那我就情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他，也不要遇见他。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待你，想给你四时明媚，为你遮风避雨，你也不愿意吗？碧玉小家女，不敢攀贵德。往事既已成往，将来之事也是一眼望得到底的，就不必再有任何做梦之事。王爷曾说过，沛国公家的小姐虽然德行出众，但是王爷却偏偏不喜欢。那我对王爷亦是如此。王爷虽然贵为天家之子，晋宗亲王，可我甄嬛也偏偏不喜欢。自然这次从清凉台回来，娘子便不怎么笑了。可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可是娘子这样不说话，
要不是温太医前几日送来的这几只相思雀来逗趣儿，这娘子怕是要更闷了。没事了，环儿没事了，猫都被我赶出去了。王爷，哎呀，是什么猫这么大呀？山里野猫，山野里怎么能养鸟呢？这里虽然没有大的猛兽，可是野猫却很多，最爱以鸟为食。还好。 没有人受伤，都是那个温大人，好端端的拿什么鸟来，说是逗小姐乐，却把野猫给招来了。多谢王爷，要不是王爷相救，刚才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，真把奴婢吓坏了。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猫，说起来真的是温大人好心办了坏事情。今晚的事多谢王爷，只是这么晚了。 王爷，怎么还会在这附近呢？这些天来，你都到2更天才睡，难怪脸色这样憔悴。你都在这儿？我只想等你睡了再走。可今日我已经睡下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花儿，你就当我是贪看月色好了。今天都怪我，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，让你受惊了。 你是千金之体，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？何来为难？只要在外面能看到你屋里的灯光，心里便总觉得安慰些。王爷，快回去睡吧，已经3更天了。你放心的睡吧，我告辞了。 娘娘，昨夜又是齐嫔事情。齐嫔有家室，皇后又抬举她，她自然得宠些。可齐嫔话多讨嫌，总不放过娘娘，真是讨厌。她仗着家里有功劳，就这么瞧不起我。可这宫里的宠爱和位分，哪里是靠家世决定的？可不是嘛，奴婢都看得出，皇上还是喜欢娘娘的。 喜欢又有什么用？得宠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上次的香料用完了，父亲托人从家里送来了吗？奴婢已经传话出去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那就好。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怀孩子，皇后不喜欢后宫生下孩子，我依附皇后，除了唯命是从，还有什么法子呢？ 是，还有就是菊青那丫头，到底不是一直跟在娘娘身边的人。既然不中用了，就别留了吧。娘娘，皇上这会儿才刚下朝，奴婢陪您去养心殿请个安吧。不去，这2日皇上为处置隆科多的事情正忙着呢，我还是少去为妙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
坐吧。这些日子没来寿康宫请安，还请皇额娘不要见怪。前朝事儿多，皇帝是该顾着前朝要紧。这些日子，前朝的事虽然多，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，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，欺君罔上。皇帝除了年羹尧，果然就轮到隆科多。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，原来皇帝还是容不下他。不是儿子容不下隆科多，而是他自己容不下他自己。年羹尧在的时候，二人勾结良多。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，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，维持表面和气，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。若说他二人勾结，岂非皇帝就是主谋？隆科多罪犯滔天，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，更何况他有10数条大罪。即便到了九泉之下，阎王殿前辩驳，也驳不出什么来。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，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，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？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？哀家当日就跟你说过，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。既然年羹尧不可留，隆科多就不能再杀，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愿皇帝过河拆桥。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声名啊。别人都可以放过，隆科多是非死不可。隆科多是孝义仁皇后的兄弟，你名义上的舅舅，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，也该顾及孝义仁皇后的颜面呐。杀隆科多，不只是为儿子，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声名。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，有两小无猜之情。皇阿玛不知，不代表儿子不知。3月初3上巳节是什么日子？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。皇额娘要保全的，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，更是儿子的颜面。皇额娘要是舍不得，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。至于隆科多，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敬起来，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、声名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是太后身边的孙姑姑，带领隆科多家人前去见一面，即刻出来。哦，原来是孙姑姑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请。您进去吧，我替您守着。谁呀？是我。奴才隆科多，给太后请安。快起来！哀家初见你时，你意气风发，如今却到这样的境地，全怪我。是奴才之过。太后
万人之上，还能来看奴才这样将死之人，奴才感激不尽。你我相交多年，我来看你也是应当的。这地方湿寒，你的腿受得了吗？多谢太后挂念，奴才的腿已经好多了。啊，这里简陋不堪，太后就将就坐吧。你的腿，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，我当然应该关心。你也坐。多谢太后。能为太后效力，是奴才的福气。听闻太后入住寿康宫后，病痛不断。奴才虽然牵挂，也不得常常入宫探望。请太后恕罪。你送来的丸药，哀家一直吃着。人老了，到底不中用了。想当年，温熹贵妃跋扈，良妃夺宠，淑妃专宠，一件一件事情应付下来，都不觉得怎样。可如今回想起来，都觉着疲累不堪。太后万福。过去的事，到底已成云烟，终究是太后福泽深厚，母仪天下。话虽如此，我却永远记得，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，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，一路又成了德妃，最后当上了太后。你的恩情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奴才不敢居功。数十年来，奴才日夜不忘的，是与太后相识于微时。那年3月3，上4节，太后与奴才。当日你说，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。选绣时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，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，我就不会中选，然后就顺理成章嫁于你。可是世事难料，我却偏偏入选，成了宫中女官。太后福泽深厚，是上天眷顾，是奴才福薄。福薄不福薄的话，以后就不要再说了。都大半辈子了，你妻妾成群，我也成了一国的太后。既然有些事情是注定的，那谁也改变不了。我今天来看你，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，还想告诉你，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。奴才多谢太后。快起来吧，你我是故交，我为你尽一份心意也是应该的。这是你最喜欢的竹叶青，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。事隔多年，不知道我的手艺是否如初。一岁解千愁啊！太后亲自下厨，奴才感激不尽。在你心里，永远当我是太后，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璧。
无论世事如何变化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程璧。但愿如此。哀家首先是太傅，皇帝的声誉，无雅氏的荣耀，然后再是先帝的德风，你的情理中。当你告诉我，先帝不喜欢粉蓝色，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先帝最喜欢粉蓝色。你让我入宫，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义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。若不是孝义仁皇后没有子嗣，也断不会扶持我儿子。你断送了我的衣食，如今我来断送你的。你死了，我儿子才放心。又是王爷的笛声呢？是吗？只有王爷的笛声才有这样的情韵。不知道今晚要吹到几更呢？小姐，你听，外面的笛声是不是还在呀？是还在。真是可怜，外面下起雨来了，怕是要淋坏人了。娘子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娘子若这么自苦，那真是折磨了自己，又折磨了王爷。即使这些日子奴婢都看在眼里，王爷真的是个情深意重、可以托付一生的人。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呢？都是火烧眉毛、且顾眼下的。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。是啊，来日。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？今时今日，遂了自己的心愿，让自己高兴了，才是最好的。
若是为了来日折磨了今日，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！小姐，伞。小姐终于出去了。是啊，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，只是迈出去的早，他们二人便能高兴的早一些罢了。是什么时候，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？或许是在青源楼，或许是在长河边，或许更早。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永远都在我身边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你这番话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。及时如玉，烈松如翠，狼艳独绝，世无其二。你在我心中，便是如此。婉儿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。没有你，这一切繁华锦绣，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。只要有你，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，我都觉得值了。我是废弃之身，罪臣之女，被弃之佛门，还生育过女儿。而你，有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，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败体在一起。花，你要相信，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。这种牵手叫做同心扣，这样牵手的男人，到死也不会分开。花，我希望我不是在做梦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我觉得就是在做梦，千万不要让我梦醒。这不是梦，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。花，你知道吗？我得到你，我有多高兴！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，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得到的人。
么这样巧？王爷和娘子一同来了呢。额娘呢？太妃才送进完毕，正喝茶呢。额娘，额娘，云里，来，先给额娘行礼吧。给太妃请安。给额娘请安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行这么大的礼？哦，来。啊，好，好，总算在一块儿了。多谢太妃。听太妃方才的语气，好像早知道我与他…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云里当真什么都没跟我说，只是你们那一日琴笛合奏，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？心有灵犀这回事啊，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。来，好孩子，那一日啊，我只不过是转了转那样的念头，不曾想你我还有这样的缘分。快坐，孩子。傻孩子，你也不早点告诉我，当真瞒得我好苦。此事也是峰回路转，也是刚刚才定下来。儿子这不赶紧就带着环儿来给额娘请安了吗？环，我带你来见额娘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和你绝对不是朝夕露水之情，而是希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云里这样说，可见他对你用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从前的路，你们总算熬过来了。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我心里十分安慰啊。方才来的时候，我还害怕太妃会不喜欢我。我知道你在意什么，只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。大清开国以来，没听说过废妃再回去的。与其老死宫外，不如想法子过些自己想过的日子吧。人生100年，真正能顺心遂意的日子又有多少呢？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长相思与长相守总算在一块儿了，总算没有白辜负。两个人真心喜欢彼此，是件难得的事。好好惜福吧。太妃的话，环儿铭记在心。皇上，您喝碗参茶吧。太后的身子怎么样了？还是不大好。太医说心悸多梦，气郁五内。皇上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太后的病是心病，太医都治不好，朕去有什么用？皇上，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，也说不准。皇上要是去了，太后一见，心宽了，这病就好了嘛。太后病得那么重，朕都没想到。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，太后恨朕都说不准。朕去了能干什么？皇上，别说了，摆驾延禧宫，朕去看看安嫔。这你这孩子，哀家一病，你倒守在这里当自己宫里了。能为太后尽心，是臣妾的福气。皇帝都未必有你这份孝心。对了，皇帝在哪儿？你说。皇上在养心殿处理隆科多后事，清除党羽。好，
皇帝要当个好皇帝，哀家应该高兴。所以哀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。原是哀家病得不对。太后，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？哀家不是伤心，哀家是替皇帝高兴。好孩子，如今也只剩下你，时时在哀家跟前尽心了。主席，传哀家的旨意，今惠贵人为惠嫔。是。臣妾孝敬太后，不是为了尊荣位分。哀家知道，哀家就是要成全你的孝心。如果不是有你时时在这里，皇帝就要被天下的人指责为不孝了。是。多谢太后。皇上最近一直烦心不堪，臣妾自知无能，不能为皇上解忧。朕来你这里，已经能宽心不少了。能让皇上宽慰，臣妾也觉得自己卑微之躯有所益处了。你不要妄自菲薄。宫中的嫔妃，你最温柔谦和，让朕觉得舒服。臣妾新调了一种香，最能凝神愉悦，已经点起来了。皇上觉得闻着如何？清雅中不失甜美，和你一样。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一早骑马回了清凉台，见开了第一束玉兰，特地拿来给你。山花烂漫处，你我相见。吃过东西没有？就急着过来看你，我一点都不饿。嘴这么甜，跟抹了蜜似的。宫里可出了什么事儿？隆科多全进而死，太后病重。兔死狗烹是皇上惯用的权术。今时今日你提起他，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本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。哎，真巧，我正想画画呢，你把东西都摆好了，我来画你好不好？哪有画师是这样的？看都不看人一眼，只顾低头作画，画出来能像吗？你自己过来看看。果然不错。我虽然没有看到你，但是你的样子刻在我的心里，怎么能画不出来呢？又胡说！看看，在这儿，哎，这样就更像了。啊，你来了。我来的不久。无妨。云里，他不是外人。云里？